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ilk。今天要做一点不一样的，就是我想要尝试新单元来做名厨或者是热门美食的食谱。那跟着他们的食谱看看做出来会如何。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美国拉斯维加斯知名的巴黎铁塔饭店，它上面有一家餐厅叫做 Eiffel Tower Restaurant， 它是一家法国餐厅，其中以他们的舒芙蕾最为有名，可以号称是拉斯维加斯大道上最好吃的舒芙蕾。这里我有他们的食谱书，那它里面也有教他们最有名的舒芙蕾。不过在他们餐厅吃过，那我记得他们有不同种的口味，然后也会因季节而改变。那在书里也有教，如果要做不同的口味，要怎么样做变更。可是我们今天就做最基本的原味。那我做完会给3种不一样的评分。那第一种就是满意度，满意度包括对这个食谱的满意度，还有结果跟预期做出来的有没有一样，还有它的外观等等。第二个是食谱的简易度，那这个包含适不适合在家做啊，材料取得方不方便，或者是食谱的难易度。第三个是成品的美味度，那我会针对它的口感啊、甜度啊，还有喜好度之类的来做评语。我做过很多不一样的舒芙蕾，可是这个食谱是我今天第一次做，所以呢很兴奋，可是也有点担心，因为我在研究它的食谱的时候，发现它其实跟我之前做的舒芙蕾不太一样。那我把它的食谱换算成在家里适合做的分量。好，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
量，我把它换算成重量，然后我给你们的食谱上面的量是可以做10个这个大小的量。那如果觉得太多，也可以把它减半。那舒芙蕾一出炉的话，就要立刻吃。那像现在我就放了一下，所以呢就会塌掉。那烤舒芙蕾大概要10到20分钟，所以如果要当饭后甜点的话，时间可以稍微注意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给这个舒芙蕾评分吧。满意度我给4.5颗星，因为它生起来生得很漂亮，然后蛋白和基底融合的也非常好。那虽然它的基底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稀一点，可是因为呢它蛋白的比例比较高，所以呢还是可以做出很漂亮的舒芙蕾。它的简易度我给3颗星，因为其实材料就是蛋、牛奶，还有这种杯子家里也都应该会有，所以呢不算是太难取得的材料。可是舒芙蕾本身就不简单，要注意的事项很多，所以新手如果要做的话，就稍微注意一下。那美味度的话，我是给4颗星，因为我记得我现在吃的时候跟餐厅吃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差别，也是一样很好吃。那甜度也不会死甜，然后口感是非常轻盈的，是我喜欢的那一种，所以我给4颗星。我另外也有做草莓口味的。我是用食谱书里面给的分量来做出草莓口味的。那做出草莓口味的舒芙蕾之后，我又淋上了草莓酱，就会让它很好吃。那我把我的草莓酱链接放在上面，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做做看。希望你们都喜欢今天影片的内容。那书里面也有其他法式的甜点，如果喜欢的话，也可以买来自己做看看。那也不要忘记按赞支持影片，订阅我们，然后分享。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